境更好一点的。然后对 TCG 的话，第一局有点没有把上一次对阵到微博的时候那个打野区的感觉给打出来。但他们上一把也确实不够成立，能够强行打对面野区，因为他们毕竟要把自己家的马超的经济给它拖起来嘛。对。来看一下这一局的 BP， 在蓝色方的是无锡 TCG， 红色方的是武汉 eStar Pro。 搬掉了武则天和邵思源，邵思源是上一局 TCG 用过的。杨戬搬掉，鲁班大师出来了。但这个鲁班大师可以拿呀，然后外面有圆坦，就看一下eStar这边是要怎么去解。可以元辅啊，对，用元辅，然后不给你玩圆坦。他元辅狄仁杰就可以直接解掉了。来了，哎，在我的印象中啊，紫渊上一次挑杯的时候，算是他转辅助之后的一个比较正式的比赛。然后第一场比赛他用的就是元辅。没错。其实他是很早就把元辅拿出来了。对。但是他第一次拿元辅并没有发挥出来。对。第一次拿元辅的时候也是元辅狄仁杰，但那局比赛因为是个大逆风，所以很难让我们看到元辅的这个能力。不过最近的比赛元辅我们看到，尤其是非常标准的，就是 ZDC 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是元辅的一场比赛，让我们看到元辅在顺风逆风都该怎么打，极致的高光。那这一把 TCG 玩到了镜，感觉 TCG 今天的他们的策略是让安良这个点多玩一些野合，但是这把镜的环境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对他这把镜，一方面人家3楼还有个海月嘛，对，你把镜选出来了，你看这关羽也被 ban 掉了。那包括 TCG 这边，如果想玩到一些坦边的话，外面那只有达摩、蒙恬啊之类的，他们第一局的时候狂铁就已经用掉了。而且这把 TCG 是鲁班大师加王昭君，他是觉得比较能开到吗？因为你如果是个净化元辅的话，加上狄仁杰，你其实是 combo 不上的，挺难开的。对，你的鲁班大师的第一波团都容易接不上，你更何况还想让自己的王昭君接你的第2波 combo 了。而且你开海月的话，海月它可以反手开啊。对，猪八戒，我来了。这猪八戒给谁呢？上一场是给 Fly 的。摇摆待定一下。对，7号鲁班7号加司空震。这 TCG 的盒有点多。然后吃经济的点，你看这安良的镜边全是经济点。就平时安良他选出野盒的时候，他一定要吃钱。对，你这个边路又是个司空震，那也要吃嘛。包括鲁班7号打团，你又得围绕着这个点去打。这一套选出来的话，太吃中野辅前期的发挥了。纳克露露还是边路猪八戒？边路猪八戒的话，还得是弗莱这种老边路。确实玩得多，有经验。等一下，换了，在沟通和交流，这个猪八戒到底是给打野位置还是给谁？那选出达摩的话，就是换一个思路了。这把eStar 这边是要考虑把对面的野区打穿的，然后同时有野区就是压力的时候，对面线上也会有压力。没错，这样就可以打平推了。但老实讲，你就算是边路猪八戒，你出个纳克露露的话，你中期的强度依旧是有保障的，不过就是没有打野猪八戒前期那么猛了，所以他想一上来就把野区节奏拉满。而且这把eStar双边线很优，包括第一波中路的海月，其实强度也特别高。然后还有就是猪八戒打边遇到司空震的话，会被他抽陀螺的。主要是你没办法摸到他，但他可以一直抽你状态。海月打对面的司空震和镜等于是一个 counter 了2个。对，等等就看谁去卖了，总有一个要吃海月大的。eStar 的这一局比赛，在红色方的 BP counter 位做的还是很漂亮的，给对面的压力很大3条线。下路是元辅狄仁杰打父子，上路是达摩面对司空震。达摩打司空震的话，就是顶着你的伤害我清线，对，我完全不怕。你开狂暴点我，是他一个2级能打3个兵，没错，又吸回来了就是 TCG 这一把，首先要考虑的一个点是，他要把这几个核心给发育起来。但是eStar这强度太高了，他不会给你发育的时间的。这把eStar我估计他还是会考虑往野区去深入。
而且应该会打得更凶、更主动。就这把猪八戒，然后带着海月往野区里面一切，然后线上就果断压。对，来吧，进入到双方的 BOG 的第2局，我是九瓶子，我是鱼鱼，比赛开始。对清，哎，但是海月来了，海月来了。那下路的赤甲是被北蜜拿到，主要伊斯大这边的目标是上路海月去给对面4公阵压力，然后元辅是帮助打野去提速。猪八戒这个英雄刷野确实刷的是慢一些的。你相对于跟对面的这种野和近对比的话，慢太多了。对，但 TCG 这个点如果要是发育起来的话，3条线英雄都发育起来，他们就好打了，因为他毕竟后期的核大嘛。但是猪八戒这边过来把对面的赤甲给吃掉了，一个乘机，因为自家的赤甲也被反了。那下路的压力是很大的呀，元辅加狄仁杰，面对到一个鲁班7号，这把鲁班7号得多考虑一下保住状态。这就是 TCG， 就是一定要安良这个点把经济给刷起来啊，基本上是野辅抱在一块儿，对，走到哪儿刷到哪儿，这样能吃到更多的经济。上路的话，猪八戒去帮助达摩，这把上路很难有很多画面，直接动手，跟光明换状态，只能说这对抗路谁也打不死谁。安良又一个人溜进了野区，然后反家了一组小野。但你下一波再过来的话，可就拉进去了。是的，哇，这波换位躲掉了猪八戒的大招，没被他框住。如果这波框住的话，换位没换出去就有点危险了。是。第2波野区的话，两边估计也是平稳一点。就是看伊斯大什么时候开始爆起来，然后给到对面的野区压力和线上的压力。但像刚刚鱼鱼说的一样啊，小罗这局比赛比速率肯定是比不过安良的，所以谭野打到这种刺客野的时候，最好是压榨对面的野区，给到你野区压力，你就没有那么好刷了。一定要打进去，你不打进去平刷。哎，这波先拽一下，但海月也交大招，把鲁门拉斯给拉了进去。但是鲁班7号下路线是优的，第一时间过来，但是在里面。这波鲁门拉斯已经残了，出来直接交闪现，一人跳走，猪八戒交1技能往回退，给个大招框拦住了 TCG 的追击。这一波紫渊的元辅他给的台子很关键但这也就是前面说到的，你鲁班大师上去开海月，海月是可以反拉你的。这把海月要是有经济的话，甚至可以在后面直接单杀掉你。刚刚差一点点。不过这一波也是把数字的闪现打出来了。那接下来这段时间开不了啊。4分钟那波龙团 ，Fly 的达摩还是有闪的。就看 TCG 这边上路要不要放 Fly 过去，想给 Fly 压力。但伊斯大这边已经知道对面的信息了，想开龙。那 TCG 也不打了，直接秒了，来不来得及换龙？看达摩想给一下近的压力，盯到了。这个龙的话肯定是没办法跟近去拼的，只能打状态。一拳轰一下，安良还是把龙拿到了，一个大招直接回推，弗莱这个位置看能不能走得了。这波走不了了，闪现撞到了这个墙了，对，但是换下路上，对。用 Fly 的1条命换下路，但是上路的伊塔也没了。是，其实这波 Fly 在旁边看到，尝试用技能稍微抢一下就行了。如果抢不了的话就算。正常情况下他给到视野就行了。就没必要把对面就把技能全部交掉，然后给到对面机会。他想交技能，自己试着抢一下，看能不能把龙给抢到。但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把对面的近的状态给压下去。嗯。但单靠一个达摩，你想
造成击杀很难。动手，果断拉进去之后看后续。达摩有大的，哎，这边猪八戒主动动手了。TCG 是2个核都在这个位置，镜和鲁班7号 RA 掉了猪八戒，然后同时在上路，这个海月是拉进去司空震，司空震也倒。 但海月被堵在了传送阵里，由安良的进过来收掉人头。伊斯塔得回中线，得考虑守一波中。但这一波伊斯塔在河道的位置，小罗的猪八戒被对面抓到机会。毕竟鲁班7号他的扫射是有百分比的。嗯。哎，这一波很想把弗莱给留下，打一套。 打残，顺便把你的野给反了。伊斯塔这个阵容，如果他没有抱在一起，他没有办法去抱在一起去推进的话，他就会变得很难打。鲁班7号刚刚失误了一下，点错了。把闪点了。现在伊斯塔得考虑抱起来，就是猪八戒承担一个前排的作用，然后这个射辅一定要跟猪八戒抱好。 但截止到现在啊，6分多钟的时间，武汉伊斯塔 Pro 这个阵容都没有完全打出那种进攻性。关键是 TCG 这一套多核的阵容，你再这么打下去就要被发育起来了，优势太大了。对，我们看近的经济已经5600了，鲁班7号也快5000了。重点是这个鲁班7号发育起来之后，你的猪八就站不住了。更何况猪八戒出的还是剑盾，更扛不住了。下路想抓达摩。 换位过来，想留看一下鲁班大师位置。鲁班大师可以跳吗？直接跳进先手。鲁班大师跳，达摩一拳轰完之后就要闪现拉断链子。这一波逼出了对面达摩的闪现也可以。现在就是伊斯塔有点推不起来，就他们这套需要给到对面野区压力去推塔。TCG 想给对面红区的压力，这边一边给中的压力，一边仿红。哎，这个红应该没什么问题，有惩击的，把红 buff 反了。这镜太灵活了。这局 TCG 是2头开花，镜的发挥也很好，然后他们的父子组合的推进也打得不错。是，关键还是那一波吧，中左的位置，就是伊斯塔给到了对面机会，然后包括上路。 连带着上路出问题了。虽然说击杀掉了对面的司空震，但是后续亏得太大了。就我们从上帝视角来看这道阵容的正确逻辑和打法的话，应该就是需要围着狄仁杰来打推进的。我这边进又过来反掉了一个蓝，这红和蓝全没了。这把猪八戒照这个进度打下去，要打成辅助了。一会儿鲁班7号只需要2个平 A 就能死，2组平 A 吧，扫射，直接果断开龙，进都不来。现在伊斯塔已经出不来了，只能背靠防御塔，看能不能找机会让猪八戒和达摩开一波。还有个关键点是，伊斯塔这一套很难去强行切掉对面射手。这把。 数字的鲁班大师只要围绕着鲁班7号，保着他打，他就很难死了。这一波红区，看安良这边要不要换位过去？先让鲁班7号上去扫对面的状态，又让进过来把红给抢了，拼不过。让安良拿完这个红之后，第一时间就进到了伊斯塔的蓝区，把视野占住。 怎么感觉猪八戒都要被击杀掉呢？看交不交一？不交一，出了个反甲，就不冒这个风险。你毕竟是在伊斯塔的版图，对，就没必要。尽可能玩到这类刺客野的话，先刷钱，然后对面的蓝区刷新了再找机会。鲁班大师换位过来，但鲁班7号太远了，交一了。这一波小楼猪八戒一技能捏的比较死。所以 TCG 这边没有机会，连控了2波红蓝，但是照这个进度下去，一会儿线带不过啊。就如果伊斯塔这么打的话，他还不如选个野核呢，是吧？确实是这样的。
但这一局主要还是前面出问题了。光明的司空阵的位置还算是不错的，然后同时下路的兵线 TCG 线很好，把二塔也给推了。这可以继续带下，然后给到对面高地压力，回去再开龙。在转线的时候看一下鲁班7号会不会去抽一下对面。先推塔，兵线进高地了。哇，这一波王昭君封了一个大，下路的高地直接拿下。这个高地推得太轻松了。 就是因为E-Star 所有人的视野全部暴露在对面的面前，连续的第3个红 buff 又被安良给反了，根本吃不到。然后再进蓝区，但其实就算是给到 E-Star 的话，作用也不大。小楼这边要被秒，这猪八戒扛不住啊！脆皮猪，这就是。 在鲁班7号面前的猪八戒，然后包括天肥的镜，啊 ，TCG 可以把线再给运一波，然后这波蓝区是可以反的，这就是第3波了。就E-Star这把打成这个画面有点没办法，只能正面抱团，看看对面给不给机会。哎，开主动动手，这海月连大都没有摁出来啊，什么都没放出来，镜又来了，被鲁班大师直接一套技能控到死，跳脸就秒了。是鲁班7号的伤害太高了，关键是控制链给的很。照这个进度 ，TCG 这边顾着鲁班7号平推就好了。中路兵线、上路兵线全在高地里头。 12分钟不到的时间 ，TCG 破掉了E-Star的3路高地塔，直接破3个，一个绕后打3个人，一波起火把3个全部打退，达摩在人群内扛不住，最终带着兵线一波结束，12分钟闪电战，让我们恭喜无锡 TCG 扳回一局。这把无锡 TCG在多核的情况下还在前面打优了。